我以为丰盛是一种有很多的状态，很多钱，很多选择，很多人爱，很多掌声。我羡慕那些看起来拥有一切的人，觉得他们一定活得比我轻松、快乐、自由。而我总觉得自己还不够，不够多，不够好，不够值得。我告诉自己，等我赚到多少钱，完成多少事，变得多成功，我就可以安心，就可以感觉自己是个被祝福的人，就可以不再那么焦虑与匮乏。可那个等，好像永远也等不到。我赚了更多钱，拥有更多资源，却还是有种心底空空的感觉。我买下喜欢的东西，去过想去的地方，可心里的那个问号没有消失。我真的值得这一切吗？原来，匮乏不是钱包里有多少，而是心里相信自己能够拥有多少。那一刻，我开始重新理解丰盛。我开始意识到，真正的丰盛不是你拥有了什么，而是你允许自己拥有。是你能从内在自然地说出，我值得被爱，我值得被照顾，我值得过想要的生活。那不是一种自我催眠，而是一种深深地回到自己价值的确认。我开始观察那些让我感到羡慕的人。我发现他们之所以丰盛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最多，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价值从不怀疑。他们不会为了配不配而退缩，也不会为了太奢侈而自责。他们自然地收下，感谢，享受，并不觉得那需要交换或解释。而我却总是在收下祝福的时候感到不安，好像每一次接受都需要努力换来，都需要理由证明。我不懂为什么别人可以轻松地感受幸福，而我却觉得那是一种负担。直到我开始练习相信，我不需要达到某个标准，我就值得被宇宙照顾。那是一种缓慢的转变。我开始为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富足说谢谢。谢谢今天早上的阳光，谢谢这杯热茶，谢谢那一则让我心暖的讯息。我让自己不再把快乐与成就绑在一起，而是放在我愿意感受这件事上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的能量开始变了。我开始遇见更多温柔的机会，有些收入甚至来得毫不费力。我不再需要一直证明自己，而是学会自然地打开手心。不是因为我变好了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相信，我本来就值得。丰盛不在于你银行里的数字，而在你是否能对自己说，我配的。不是那种理性上的说服，而是你静下来时，真的能感受到我够了的安稳。那是一种能量的根，一旦扎稳，你的世界自然会开始回应你。你会发现，很多你曾经渴望的事，其实早就在你准备好接受时等着你。所以我想告诉过去的自己，你不需要再跑得那么快，不需要再追逐外在的认同。你只需要慢慢学会对自己说，你值得。当你这么做时，世界真的会变得不一样。丰盛从来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感觉自己值得。当你开始相信，你会惊讶于宇宙能以多少方式来祝福你。而你只需要学会张开心，温柔地接住它。我曾经以为丰盛是一种结果，是你努力之后所换来的回报，是你成功之后自然拥有的资格。于是我拼命地追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追一个体面的生活，追那个从未真的靠近过的安全感。我以为只要我够努力，就能证明自己配得起那些看似遥远的好事。但我发现，真正困住我的，从来不是还没有，而是我觉得我不配。就算手上拿着一切，我心里还是空的。
我不敢享受，也不敢完全拥有，总觉得这一切有一天会被夺走。因为我还没有学会允许，还没有让自己相信我值得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对金钱很矛盾，我想要它，却又怕它会让我变得贪婪，失去纯粹。我想过富裕的生活，却又担心别人会觉得我爱慕虚荣。所以我一边努力创造，一边偷偷削弱自己对拥有的渴望。直到有一次，我看到一句话：你所拒绝的，正是你觉得自己不值得的。那句话像一面镜子，把我藏得很深的自我怀疑照了出来。我不是不想要，而是我不相信我能好好拥有。我一直在等一个谁来告诉我，你可以，却没想过，那句话其实只能由我自己说。于是我开始练习，不再只是向外追逐，而是向内靠近。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已经值得，那我今天会怎么对待我自己？我会不会容许自己多休息一点？我会不会不再为了迎合别人而销价自己？我会不会在花钱的时候不再心痛，而是感谢自己被照顾？我开始对那些细节有了不同的感受。一杯刚刚好的咖啡，一张干净的床单，一份不用解释的理解。它们看起来微不足道，却让我心里一点一点地开始丰盛起来。那不是来自外在的多，而是来自内在的一句话：我值得这些。我也开始放下那些够了才可以的逻辑，不再等到有钱才觉得自己配买那件喜欢很久的东西，不再等到爱情来临才开始好好生活。我让自己先过想过的日子，先成为想成为的样子。因为我知道，当我先感觉到我值得，世界才会跟着改变。而最神奇的是，当我这样转变后，金钱真的开始自然流入，合作的机会变多了，收获的回馈也更稳定了。不是因为我努力的更多，而是因为我内在的频率开始对其丰盛。我不再怀疑，不再抓紧，也不再用罪恶感对抗幸福。我终于懂了，丰盛从来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在不拥有时，仍能相信自己值得，在逐步靠近时，没有把自己缩小。你给自己多少爱，多少照顾，多少允许，那些都会一点一滴反映在你眼前的实相里。真正的富有，不是你银行里的数字，而是你能不能安心的活着，不焦虑的接收。是你不需要讨好，不需要证明，就能自然站在一个被祝福的位置。那是一种内在的确信，一种灵魂深处的安稳，一种你不必解释也不再怀疑的稳定光芒。愿你在还没拥有一切之前，就先感受到自己值得一切，因为那才是真正的丰盛的起点。我对金钱的关系曾经很复杂，我既渴望它，又对它有种说不出口的抗拒。每次提到钱，我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压力，好像它代表了一种衡量，一种竞争，一种永远达不到的门槛。我总是觉得自己离富有这两个字很远，仿佛那是一个我永远无法触及的圈子。我不是不努力，也不是没有赚钱，只是无论账户的数字怎么变，我心里的匮乏感从没真正少过。我害怕钱来得太慢，又怕钱来了会离开。我一边希望丰盛，一边却用焦虑和羞愧对待每一笔收入。我曾以为这只是我的性格问题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场课程中听见那句话：金钱不是来证明你够好，是来支持你成为你自己。那一瞬间，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。我突然明白，原来我一直把金钱当作评分表，赚得多就代表我成功，赚得少就说明我不够好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，金钱只是来陪伴我，
而不是来审判我。这句话像是一道光，照进我那一层层焦虑与压抑的金钱信念里。我开始慢慢回顾我是如何看待金钱的。小时候听到钱不是万能的，太在乎钱不好，我潜意识就把金钱和罪恶、贪婪、距离感绑在一起。长大后，每当我想要多赚一点，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，你是不是太功利了？我不知道的是，这些信念早就悄悄影响我与金钱之间的频率。我渴望它靠近，却又无法坦然接纳它。我努力吸引它，却又用惯性的羞愧感把它推开。那种内在矛盾是我所有财务波动的根源。于是我开始重新练习与金钱建立新的关系。我写信给金钱，谢谢他过去无论多少都曾经支持我。我告诉他，我准备好用尊重而不是恐惧来对待你了。我也对自己说，金钱不是考试，它只是资源，是宇宙爱的一种形式。当我这样改变内在态度之后，一些我过去抗拒的事情也开始变得轻松。我开始学习理财，不再觉得那是贪心，而是照顾自己未来的一种爱。我能自在地开口报价，不再在每次合作中怀疑自己的价值。我甚至开始用感谢的心情花钱，而不是愧疚或害怕。慢慢的，我的金钱状态也改变了，收入稳定了，机会也多了。我不再用钱来定义自我，而是用它来实践我的选择。我发现，当我越能接受金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我就越能看见它在日常中流动的温柔样子。不是压力，而是支持；不是匮乏，而是陪伴。一句话真的改变了我对金钱的关系。不是那句话有魔力，而是它唤醒了我与金钱之间最真实也最初的连结。我不再把金钱当作目标，而是当作旅程的伙伴。而我也在这段旅程中越来越成为我自己。愿你也能听见那句话属于你的版本。那句话会让你不再害怕金钱，也不再靠金钱证明自己。它会让你开始理解，真正的丰盛是当你能安心地说，我值得拥有，也值得被支持。从那一刻起，金钱就不再是问题，而是祝福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金钱也有感觉。它不是冰冷的数字，不是死板的资源，而是一种与我们能量同步的存有。它会回应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信念，甚至我们内心最深层对它的看法。而我曾经用太多负面的语言，把它推得很远。我习惯说，钱很难赚，我不会理财，我就是没有金钱运。我把金钱当成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，好像它永远都不会选择我。每次花钱，我都感到罪恶；每次收入，我都觉得不稳。我没有意识到，我正在用自己的语言告诉金钱，我不欢迎你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在一次静心练习中，导师问了一句话：如果金钱是一个人，他听到你平常说的那些话，会怎么感觉？我愣住了。我开始回想我对金钱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念头。我没有钱，钱永远都不够，富有的人都很冷漠，赚钱很辛苦。我像是在指责一个一直想靠近我的朋友。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温柔的话给他听，却期待他能常常陪在我身边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心疼起来，不是心疼钱，而是心疼自己从未学会用爱看待金钱。于是我开始改变，我开始跟金钱说话，不是高喊口号式的显化语句，而是像朋友一样的对话。我说，谢谢你总是来得刚刚好，让我生活无虞。我说，
我知道过去我常用恐惧看待你，但我正在学习改变。我甚至在每次付款时对自己说，我愿意，这是一份交换与祝福。这些话语看似微不足道，却在我生命中产生了温柔的改变。我开始发现，当我转变对金钱的语气，它真的不再让我紧张了。钱不再只在我焦虑时出现，而是像朋友一样稳稳地流动着。它回来的速度也变快了，甚至用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。我也开始对金钱有了新的尊重。我不再因为赚多一点就感到骄傲，也不再因为赚少一点就自我否定。我开始问自己，这笔钱是怎么来的？它有没有让我更接近喜欢的自己？这样的自觉让我与金钱的关系变得更清晰，也更轻盈。金钱也有感觉，它听得见你怎么说它。如果你总是说它来得太慢，给得不够，让人辛苦，它会开始犹豫是否要靠近你。但如果你用欣赏、信任与感谢的语气对待它，它也会用相同的温柔回应你。它不只是你手上的资源，它是你意识的镜子，是你与世界关系的延伸。我曾经以为金钱是外在的回报，现在我知道，它其实是内在能量的扩音器。当你开始说，我相信我值得，我也相信金钱喜欢我，整个世界都会听见这句话，然后用行动回应你。所以我学会在每次收到收入时说，谢谢你来找我。在每次付款时说，我愿意给出，因为我相信还会回来。在每次陷入匮乏思维时说，我明白这只是过去的声音，但现在我选择新的语言。这些语言成为我与金钱之间最真实也最温暖的连结。愿你也开始练习用新的语言与金钱说话，让他听见你的尊重、你的喜悦、你的宽容，让他知道他在你生命里不再只是工具，而是一位被爱与理解的伙伴。从那一刻起，你们的关系将不再一样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活在一种不够的状态里，不够努力，不够漂亮，不够聪明，不够值得。仿佛不管我做了多少，完成了什么，得到了多少赞赏，那个声音依然在心底低语，还不够。那是一种慢性的不安，像细小的沙粒，在每个日常的缝隙里刮擦着我。我以为丰盛是一种拥有更多的状态，更多钱，更多机会，更多朋友，更多掌声。所以我不停地追工作上的成就，追关系里的安全感，追梦想中那个更好版本的我。我不断推进、优化、改善，却很少停下来问，现在的我好吗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场平凡的散步中，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定。阳光洒在我肩上，我手里握着一杯咖啡，脑中没有任何烦恼。我静静地站在街角，看着树影摇晃，心里浮现一句话，其实我已经有很多了。那句话来得如此轻柔，却让我瞬间落泪。我才发现，我一直在用外在的数字衡量内在的价值，一直在等待一个够多的瞬间，来证明自己配得起幸福。但最深的匮乏，不是没有拥有，而是一直觉得自己还不够。那种感觉像个黑洞，再多的东西都填不满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练习说一句话，我足够了。不是因为我已经完美，而是因为我愿意相信，足够不是比较出来的，是自己定义的。我开始为自己煮饭，不因为节省，而是因为我值得被好好对待。我开始放下非得完成多少事情的压力，转而问，今天有没有好好呼吸？那样的日子不刺激，
但很深。它像在心里种下一个温柔的根，每天安静地往下延伸。我开始不再追着别人的节奏走，也不再需要透过成就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。我慢慢地学会为自己的满足感负责。当我这样活着时，我发现我不但没有失去什么，反而开始拥有更多。我更容易感激，更容易喜悦，更容易与人靠近。我与金钱的关系放松了，我不再恐惧失去它，也不再压抑对它的需要。我开始知道，真正的富有不是你口袋里有多少，而是你心里有多稳。我也看见那些我以前错过的丰盛时刻，朋友突如其来的关心，陌生人一个温暖的微笑，深夜里安静睡去的安全感。原来这些就是生命最稳定的底色。它们不声不响，却在你愿意说出“我足够了”的那刻，完整地向你靠近。最深的丰盛，不是一次次追求到极致的拥有，而是你在静静做着什么都没有时，仍能感受到爱与安全。是你在失去掌控的时候，还能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我会陪着我自己。是你不再因为别人不理解你而慌张，不再因为世界的节奏太快而迷失。足够不是一种条件，而是一种状态。当你选择相信自己已经足够，世界就会开始以丰盛的方式对待你。因为你不再是个讨爱者，而是个能量的源头。你开始从内在涌出稳定的频率，而这份频率会让万物靠近你。愿你在还没赚到你理想的收入时，就先感受到我配的。愿你在还没遇见你梦想中的关系时，就先相信我值得。愿你在不完美的当下，就先选择我足够了。因为真正的丰盛，是这一刻你看见了自己。曾经，我以为丰盛是一种竞争。这世界的好事像是有限的蛋糕，别人多拿一块，我就少一块。所以我努力，也防备，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，你要抢在别人前面。我没有恶意，只是太怕错过，太怕来不及，太怕被世界遗忘。我看见别人成功，嘴上说恭喜，心里却常常有一丝酸楚。我看见朋友收入翻倍，爱情圆满，心里会浮现一句，为什么不是我？那种比较与匮乏感，就像空气中的湿气，悄悄渗进每一个念头里。我越羡慕，越怀疑自己，我越怀疑，越吸引不到想要的丰盛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听见一位导师说，你愿不愿意真心地祝福别人的好？那一瞬间，我静下来了，因为我知道，在我心里其实有很多不愿意。我不是不善良，而是我从没被教导过，祝福别人其实是在成全自己。那天晚上，我开始做一个小小的实验。我挑了一位我内心最常羡慕的人，在心里对他说，谢谢你为我示范了这么美好的可能。说完那句话时，我有点鼻酸。原来，那些我以为离我很远的幸福，只是我从没真正打开心接纳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每天练习一件事，看见别人的好，就送出一个祝福。不论对方是亲近的人、陌生人，或是社群上的某个名字。我说，愿你持续被爱，愿你越来越自由，愿你拥有一切让你微笑的事物。没有特定的目的，只是一份真诚的愿意。一开始，我以为这些祝福只是在练习善良，但渐渐的，我感觉到一些微妙的转变。我开始更容易感到喜悦，更少感到焦虑。我开始收到意想不到的帮助，也有些一直卡着的事情突然顺了起来。那不是奇迹，是能量的自然流动。
当我不再把好事视为稀缺，而是愿意让它在我与他人之间流动，那股能量就回来了。因为宇宙听得见我们的语气，也感应得出我们的心意。你对他人的祝福，就是你对自己的许可。我曾以为只有我成功才是丰盛，但现在我知道，当你看见别人好事发生时，能从心底说一句太好了，你就已经在接通丰盛的频道。因为那不只是嘴巴说说，而是一种内在的频率对齐。你相信别人可以，你也在潜意识里对自己说，我也可以。祝福不是勉强自己压抑情绪，而是穿越比较之后，选择爱的眼光。是你愿意承认，原来我也渴望那样的生活，然后用柔软的心去看见可能。是你用祝福替代嫉妒，用信任替代怀疑，用拥抱替代疏离。那样的你，不再封闭自己，也不再对世界紧握拳头。当我开始祝福他人，丰盛也流向我。不是因为我变得完美，而是我开始打开通道，让爱可以双向流动。我从想要得到，转为流动，从计算够不够，转为相信自然有。那样的我，不再等待被祝福，而是自己成为一个祝福的源头。愿你也能在他人幸福的时候，看见自己可能的未来。愿你愿意放下比较与防备，让内心成为丰盛的容器。愿你知道，你的祝福正在悄悄为你打开新的门。因为爱是最丰盛的频率，而你早已与它同在。很多事情不是做不到，而是不敢相信自己配的。我们不是没有梦想，而是不敢真正靠近它。总有一个声音在心里低语，这种好事不会轮到我吧？我们以为是现实太残酷，其实更多时候是我们先关上了那扇门。我曾经是那样的人，喜欢的工作，总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；向往的生活，总认为是别人才有的运气。我会说出目标，却在心里偷偷加上一句，但我不确定我值得。那句话没有被听见，但能量会听见，宇宙也会听见。因为宇宙回应的不是你说什么，而是你相信什么。当你怀疑自己不值得拥有好事，你就会下意识选择远离它。你会婉拒机会，回避爱，推开支持，只因为你还没准备好承认，我真的可以拥有。那不是错，而是一种需要被温柔看见的保护机制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累了。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就算我再小心再理性，那种还是不够好的感觉从没离开过。我做的越多，越是无法安稳的存在。我才明白，真正该努力的，不是变成什么，而是学会相信我值得。那一天，我对着镜子轻声说，也许我值得看看，如果不逃避会怎样。只是这一句话，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因为我知道，我不是真的没有能力，是我从来没让自己真正接近可能性。我一直在边界之外，渴望着，羡慕着，却不敢踏进去。于是我开始练习。每天早上醒来，我对自己说一句，我值得被好好对待。我开始不再把自己的需求排到最后，也开始放下那种我得先证明自己的习惯。不是因为我做得够多，而是因为我开始选择站在自己这边。信念不是一夜养成的，但每一次的选择都在慢慢建构一个新的世界。当我开始相信自己值得，我发现我不再惧怕要求，不再害怕被看见。我学会张开手接受，而不是紧握恐惧守着什么。那是自由的开始，是力量的源头。我发现，当你内在的信念转变，世界也跟着转动。
有些人突然靠近，有些机会不再错过。不是因为你变得多厉害，而是你终于愿意对生命说：“我准备好了。”你不再逃避美好，而是开始对它点头微笑。一切的开始是相信值得，不是等到条件完美才开始，而是因为你开始相信，所以条件才逐步靠近。你相信自己值得爱，爱就会以各种形式靠近。你相信自己值得被看见，就会开始闪耀在最适合的位置上。这世界从来不吝啬给予，只是我们太习惯先说“我不配”。但每一个你羡慕的光，背后都是一段我愿意相信我自己的选择。那份相信，才是真正让命运转弯的起点。那不是自大，而是回到你原本就有的完整。愿你从今天起，不再等待被认可，才给自己肯定。愿你开始说出：我值得拥有，我值得被爱，我值得快乐。因为当你相信，你的频率就会改变，你的世界也会跟着改变。而你终将发现，最深的转化，从来不是外在的奇迹，而是你终于选择相信自己值得那份奇迹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